第34章，我是渣男。我没在茶餐厅停留，出来之后我的心情很愉悦。实话讲，6000的薪水不低，那是底薪，加上提成收入妥妥过万了。但是我不可能会接受这样的邀请。宋果当初数落我、骂我的那些话，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们分手之前，他经常在我面前说他们猎头公司介绍的某某经理，人家薪水多少，一般都用来说，先说3、4，后面说5、6、7、8，反正越说越多。而我那个时候在工厂拼死拼活干，一个月只有2000多。和他交往的时候，我倾尽了所有对他好，最后得到的回报是被他无情的一脚踢开。一切原罪都是我挣不了他需要的那么多钱。所以今天别说是给我6000的底薪，就算给我1万的底薪，我也直接给他兑回去。人争一口气，佛受一炷香。他曾经狗眼看人低，我能有反击的机会，当然要出一口恶气。陈斌，我听到宋果在身后喊我，他回头盯着他。宋果跑到我面前，恼羞成怒的道：陈斌，你太无礼了，有你这样的吗？直接把我们老板给怼到墙壁上去了。你的教养，你的风度呢？我冷笑道，这本身就是生意。再说了，你说是给我还钱的，结果碰到了这一茬，你们觉得是给我施舍一份工作，我却感觉你们是在喂狗，这能不对吗？宋果盯着我，他似乎没有见过我如此强势嚣张的一面，他嘴唇先动，道：你就只记得钱，一天到晚就钱，我跟了你几年，付出了几年青春，在你那里都是用钱衡量的吗？我无语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句话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好像一切错都是我。还有更夸张的在后面，宋果竟然直接哭了起来，搞得周围的人都往我这边看。我掉头就走，宋果从后面一把拽住我，就是不松手，我都要疯了。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我隐隐听到有人嘀咕：渣男，肯定被始乱终弃了。这女的好悲哀哦，女的太卑微了，这天底下男人都死绝了吗？她非得要缠着这么一个渣男，我他妈有打人的冲动。我道：宋果，你想怎么办？要干什么？宋果不说话，就拽着我不让我走。他盯着我，眼里全是泪水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忽然来一句：陈斌哥，你真的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吗？我愣住了，看着这一张楚楚可怜的脸，我觉得很恍惚，我觉得自己太他妈不争气了。因为那一刹那，我感到内心无比的酸楚，很多事情在我脑海里面掠过。我20岁就认识了宋果，我们一起朝夕相处3年，那是我人生最纯真最美好的3年。那么一瞬间，我想把眼前的女孩子抱住，但是我脑海中却又想到了那一天，想到了那一张让我陌生而狰狞的脸。我想人永远都是往前走的，不可能回头，我们永远都回不到曾经的过去。不管我们多怀念那个曾经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随风飘远，只有在记忆中会有些许痕迹。我终究没有去抱他，我们就那样对峙了半个小时，他松手了，而我如蒙大赦，一路跑回了公司。回到公司，我直接去外面抽烟，我一口气抽了3根烟，一直都是泪流满面。我和温小兵有赌约，这件事被周光华在公司大肆宣扬，看得出来，平江事件之后公司很紧张。周光华用这种方式鼓动公司的士气，在公司业务会上，周光华还抛出了深圳公司究竟谁能挑战1部的响亮质问。很显然，现在能有资格挑战1部的只可能是我们8部了，因为3部的第一高手平江被挖走了，刘峰失去了一条手臂，这几天他整个人都是萎靡的。马从静这个贱女人笑盈盈的接招，他道：哎呀，我们8部是新部门啊，刚刚成立的部门实力很弱的，但是周总这么看得起我们也不能让周总失望啊。挑战1部这个担子我们8部接了，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不自量力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们8部从来就不喜欢打那种明知会赢的战争，我们就喜欢挑战。8部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方柔这帮家伙早被马从静把脑子洗得干干净净的了，面对马从静的嘶吼，他们拼命的用嘶吼回应，有信心，在士气上8部可战。散会之后，马从静把我叫过去 CXR， 你跟温小兵是怎么回事？我笑笑道：他妈的，我和方柔几个人去吃饭，在电梯里碰到1部高经理一帮人了，我想请高经理一起吃饭，没想到这个温小兵还吃味儿，这不就对上了吗？马从静冲我伸出一个大拇指，道：不错不错，对得好，这才像是我老马带出来的兵。现在你要做的事情是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时间干业绩，这个月你再把温小兵给干倒，在深圳公司你就有震慑和威信了。他妈的，老娘是来深圳了。有句话叫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倘若在以前的公司，谁他妈敢跟我拼，我干得他满地找牙。马从静这话我信，这女人太生猛，绝非一般的人。其实我有点好奇马从静的来历，最早大家都说马从静是广州公司出来的，但是广州和深圳近，这事儿经过确认，马从静不是来自广州。如果他不是来自广州，那只可能是上海或者北京这2个城市了，因为只有北上广深这4个城市才能对标。深圳公司的商务经理不可能从下面2、3线城市提拔上来。马从静对这个问题一直不给正面回答，
这个贱女人就是懂人家的心理，我怀疑这种神秘感就是她故意营造出来的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和马从进一人带一组人紧锣密鼓的跑单，我主要就带老唐，偶尔带一下宋小波和刘森，马从进主要带方柔，有时候把张静也带着。不知不觉，我这个八部骁功开始发挥顶梁柱的作用了，而我在部门的威信也上来了，成了当之无愧的2号人物。方柔喜欢开玩笑，说我叫陈二，我道真不知是谁二，自己被老马把脑子都洗干净了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被洗了脑的人，能顶得上去吗？然后方柔便喊我陈老大，其他人竟然都跟着这么喊了，八部就有了2个老大了。